大家好，我们是牛爸兔妈。今天呢，我们继续来讲《Get Inside》这本书的第27章，如何应对小孩的分离焦虑。首先呢，作者给出的情境呢是3岁的小孩第一次去上幼儿园，他很兴奋，非常期待去上学，尤其是因为每天都看着哥哥姐姐们去上学。但是呢，当他真的到了学校，得跟爸爸说再见的时候，他死死抱着爸爸的腿，大哭，不肯放爸爸走。爸爸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这个情况很常见，这个例子和我们图图有点像。图图现在21个月了，还有2周就要开学了，这是他第一次上学。你跟他说去上学了，他也很高兴，但我也不知道他到时候具体会怎么样。我记得牛牛当时上学的时候是一天都没有哭的，而他的同班同学几乎都哭得比较严重，所以图图的话我们心里也没底。对，作者说呢，即使是同一个家庭里的孩子，对分离的反应也会完全不同。他说呢，如果一个小孩天生喜欢冒险，愿意尝试新鲜事物，那他肯定就更容易和家人分开，能更平静地去学校。如果一个小孩比较谨慎，是慢热型的，那他肯定就会比较抗拒和家人分开，会大哭特哭。牛牛喜欢冒险？没感觉。对呀，咱们家牛牛是谨慎慢热的，但他刚满2岁去上学的时候是一天都没哭的。当时他还一句英文都听不懂，就去了一个纯英文环境的学校，所以作者这个说法在牛牛的身上是不成立的。图图是比较喜欢冒险的小孩，我们就拭目以待吧。他就算哭也没关系了。我记得老师说过，一开始的2-3周都是这样的，几乎全班孩子都在哭。对，作者说呢，一个孩子能更快、更平和的和家长分开，并不代表他更好。每个孩子在经历分别时呢，都会有自己的方式，这些方式呢，没有好坏之分。小孩在和父母分开哭闹时是很正常的，因为他们对父母有情感依恋嘛。和父母分开呢，就代表他们要在一个全新的环境里找到一个新的照顾者，和他建立新的依恋，这个任务很艰巨啊。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？作者说，我们家长的任务呢，就是帮小孩把父母给他们的安全感内化，让他们的身体感受到，即使父母不在身边，他们依然是安全的。我们可以把安全感想象成一束光，当父母在孩子身边时，这束光就照在孩子身上，孩子就能感受到安全，就有能量去自由探索。随着孩子渐渐长大，这束光就慢慢内化到他的心里，即使父母不在他身边，他也能感受到光的存在，感受到他是安全的。作者在这里引用了一个英国儿科医生和精神分析学家提出的观点，就是呢，孩子会在大脑里建立一个代表亲子关系的象征，即使父母不在，只要他们想到这个象征，他们就能觉得安全。有时候他们也会把一个小物件作为这个象征，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孩子会对某个物品产生依赖，就是安抚物，对吧？作者对安抚物是什么态度呢？他推荐给小孩引入安抚物。他说，比如呢，我们可以给孩子一张全家福的照片，当孩子在学校感到难过的时候呢，可以拿出来看看，让他们觉得虽然我的家人不在身边，但我是安全的。我们好像没有给牛牛和图图提供什么安抚物。对，图图是没有安抚物的。牛牛的话，他喜欢抓我的头发，他在学校也是喜欢哪个老师就去抓哪个老师的头发。除了引入安抚物，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？作者说呢，首先父母的态度很重要，非常影响孩子的分离体验。你首先得观察一下自己的情绪，调节自己的焦虑和难过，不要把焦虑传染给孩子。我记得就是带他去学校走一圈，好像还挺有帮助的。对，是的，这就是作者提到第2点，就是你提前和孩子谈一谈会发生的分离可能会有的感受。你可以在家排练，你可以先提前给孩子讲一下学校是什么样子的，然后呢，最好的话也带他去学校看一下是什么样子的。我们还可以和孩子排练一些告别的流程，比如我们可以说，到了学校以后呢，爸爸妈妈会抱抱你，和你说拜拜，接着我们就会离开哦。放学以后，爸爸妈妈就会来接你哦。在学校呢，你就和老师在一起啦。我们来练习一下吧。然后我们就可以拿着毛绒玩具跟他一起做角色扮演。哦。等接孩子回家的时候呢，
我们还可以复盘当天的经历。我们可以说，今天早上和妈妈说再见的时候，你有点难过，对吧？那很正常。老师告诉我呢，你想爸爸妈妈了，哭了一会儿呢，然后在学校玩了很多玩具，还和大家一起听故事。等放学了，妈妈就来了。现在我们又在一起啦。听着挺好的。这就是我们这一期的内容啦，是不是很无聊？这个没有什么感觉。我们下一期再见啦。啦。